准备，止盈了。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交易生活频道。最近，著名的交易培训导师 ICT 在 Twitter Space 上闲聊时，透露了一个他为他的大儿子设计的基于高频算法的交易模型。The only way I know how to teach it, whereas you have to frame a 15-minute or a 60-minute draw on liquidity, where the market's likely to go, and then on a 1-minute or 5-minute chart, if you're bearish, there has to be some run above a 5-minute swing high, even while it's been going down. It has to go up above it and start trading lower again. Then, once it does that, you can drop down into a 30-second chart and take a 30-second fair value gap, because the damage has been done on the 5-minute chart. It could have been a stop run on a swing high in a 1-minute chart. See, that's what a high-frequency trading algorithm is doing. 自从 ICT 提到这个模型后，一些 ICT 的信徒们开始通过这段 Space 语音，尽可能的还原出这个模型的细节。我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发现这个模型在期货指数、外汇，甚至是数字货币、比特币的行情下都适用，并且胜率很高。因此，我把这个模型进行了优化和回测，最终精简为简单几步，让不了解 ICT 或者 XMC 交易的朋友也能迅速上手，找到赚钱机会。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交易技术、交易心理以及交易员生活等话题相关的内容，欢迎关注交易生活频道。回到正题，首先我们介绍这个模型的概念。可以看到，我已经把它精简为了3+1， 3步加入场、趋势判断等结构、等流动性以及入场3+1。第一步，趋势判断，在1小时的周期上，通过流动性位置和缺口等因素判断趋势方向。怎么判断呢？这里我们图示的案例中，价格从低点运行到高点，再运行到低点，但留出了一个跟前一个低点齐平或者接近齐平的低点。这时，如果价格再次摆动到高点，假突破一下再收回，就可以判断出价格获取了高点的流动性。此时，价格大概率会朝着低点的这个平行底的方向运行。我们就得到了在1小时的周期上，价格是看跌的，会向下运行。这是第一步，趋势判断。随后我们进入第二步，等待结构。注意，第二步是进入15分钟的周期。由刚才第一步得知，目前的趋势是向下的。那我们等待什么结构呢？等待15分钟级别向下的结构。一个15分钟的摆动低点被打破，就被称为打破结构 BMS， 也是 Break Market Structure 的缩写。一旦出现这个打破结构，我们就进入第三步，等流动性。刚第一步趋势判断，我们得到看跌的判断。第二步等待结构，我们就等到了15分钟级别的摆动低点被打破。第三步，在5分钟的周期上，因为刚才提到我们是看跌的，因此我们等待获取一个多头的流动性，这里是多头的流动性。一旦获取到这个流动性，我们就进入最后一步，也就是3+1里的1，入场。在30秒的周期里，找到第一个朝趋势方向运行的缺口 FVG， 也就是 Fair Value Gap， 来去入场。我们可以市价或者挂单的形式入场，根据你做的标的波动性，或者稳妥起见，选择最近的前高或前低进行止盈，等待下一个模型的出现。最后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3+1，第一步趋势判断，第二步等待结构，第三步等流动性，最后入场3+1。接下来我们看几个案例。首先是期货指数 NQ1， 也就是纳斯达克1 mini 期货指数合约。第一步趋势判断，我们进入1小时的图表，可以看到价格从高点运行到低点，跌破并收回了一个之前的摆动低点，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接下来价格大概率会向上运行，也就是趋势是看涨的。第二步等待结构，进入15分钟的图表，我们把前摆动低点的这条线先隐藏，因为趋势是看涨的，因此我们等待这个15分钟的摆动高点结构被打破。我们标注一下。可以看到等待的结构被打破了。第三步等流动性，我们进入5分钟的图表。因为趋势看涨，我们要等待的是空头流动性。价格在打破这个结构之前，流动性有比较接近的2个，这里跟这里。如果害怕错过，你可以选择从第一个这里进入，但是你的止损一定要允许价格进入第二个流动性的位置，或者你想把风险降到最低，就等第二个流动性被获取之后再进入，但有一定的可能价格不来第二个流动性的位置就直接走了。
所以其中的取舍是你作为交易员要经常去权衡的，是冒更大一点的风险做这一单，还是选择更稳妥的方式，但有可能会错过。我们把它标注出来，流动性1，流动性2，我先把它隐藏掉。可以看到价格来到了第一个流动性的位置，但我们一定要允许价格进入到第二个流动性的位置。价格最终还是来到了第二个流动性的位置。我们进入30秒。价格在来到第二个流动性位置之后，立刻大幅度上探，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在这里试价追入，或者在出现了 FVG 之后挂单进入。这里是一个 FVG， 我们选择 FVG 的上边缘，就是这里，进入，把止盈放在前高点，最终止盈。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货币的例子，比特币对美元。第一步趋势判断，在1小时的周期里，注意前面这里是周末的走势，在经过了整个周末盘整的行情之后，我们看到价格先获取了摆动低点的流动性，在这里是看涨的，随后它又猎取了这里平行高点的流动性，突破并收回，在出现了最新的这个动作后，预期价格会继续下行，也就是趋势上看跌。第二步，等待结构，我们进入15分钟。价格突破前高后，出现的第一个摆动低点，我们先把它标注出来，等待它打破，打破了摆动低点。第三步，等流动性，进入5分钟。可以看到价格大幅度下探，注意这个流动性最好是在打破这个摆动低点之前，而不是之后。我们把这个流动性标注出来，打破结构的这条线先隐藏。价格运行了好几个小时才回来猎取了这个流动性，注意这里是几乎是齐平的，最好等到大幅度超过再回来，充分的获取5分钟的流动性。随后我们可以跟之前一样，在更小的时间周期内找到 FVG 市价或者限价入场。稳妥止盈放在前低点，更激进一点的止盈策略我们可以放在更大级别的摆动低点。这里我们回到15分钟，可以看到更大级别的摆动低点在这里，我们把止盈放到这儿。价格最终来到了我们的止盈点。最后来看一个实盘交易，交易的标的是 NAS E-mini 指数合约。我看到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入场点，但还是做了一笔交易。我会分别介绍实盘中的最佳入场交易和我实际做的这笔交易。先来分析实盘的背景，继续套用我们的模型概念3+1。第一步，趋势判断，在1小时的周期上是看涨的。第二步，等结构，等的是向上打破15分钟级别的高点结构。第三步，等流动性，等获取这个5分钟级别摆动低点的流动性。进入30秒，看入场机会。这时已经获取了刚在5分钟周期上标注好的这个摆动低点的流动性。行情继续走，注意出现了缺口，也就是 FVG Fair Value Gap。这时如果挂单进来，在这个 FVG 的上边缘，止损放在前低，止盈放在前高点，就是一笔很完美的 ST 30秒模型的交易。回到实盘交易，我留意到这个机会时，行情已经走到了这里，错过了刚才展示的第一笔完全符合模型的交易。但同时我注意到，
价格在这上方留了一个平行顶。我的分析是，无论是平行顶还是平行底，通常都是吸引力所在。因此，我选择在价格回到这个 FVG 以及 Order Block、OB 重叠的区域时入场，预期价格来到平行顶的位置，并深入之前同级别的 FVG。止损放的比较宽，因为价格有小概率会回到下方的这个折价区进行盘整。最后，这笔交易成功止盈了。OK， 以上就是 ICT 30秒模型的精简版介绍和使用，希望能对你的交易有帮助。有任何关于交易相关的问题，可以留言给我，我会抽空进行解答。同时，交易生活频道也会继续更新内容，包括交易书籍推荐、交易心理、交易 Vlog 等等，欢迎关注。如果你还在寻找好用的交易平台，请使用视频下方我的邀请链接注册。通过我的邀请链接注册交易平台的朋友，我会定期提供一些独家原创的交易资料作为感恩回馈。祝你顺利，我们下次见，拜拜。